苏家锦绣坊在镇上开了10年，外人都说全靠3个老绣婆郎撑门面。他们也知道自己值钱，所以专挑顾家千金嫁衣交货的前一晚逼我分红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场交单我等的就是他们撂挑子。你们咋停针了？明天一早就要交货了。苏老板，我们老姐妹有话说。说，这锦绣坊干了10年，能有今天，靠谁？你心里清楚。靠规矩，乡亲们认的是我们这几双手，不是你这本账。从明天开始，每件绣品我们要抽30%。还有，以后接谁家的单，得我们点头，招牌也得改。改啥？苏家锦绣坊改成柳家绣坊。你们挑今天说。就今天，顾家千金的嫁衣，明天一早验货，你不敢不答应。三娘，你们这不是商量，是逼人。小何妹子，话别说难听，我们凭手艺吃饭，没我们，明天谁飞针？他苏婉春会啥？会算账，一根金线劈几丝，他能弄明白吗？说完了，一句话，答不答应？柳涛娘，钱巧儿，赵大姐，这个月工钱算到今晚，1分不少。你啥意思？你们要走，我批了。苏婉清，你想清楚，没了我们，明天这嫁衣就得毁。想清楚了，顾夫人不会放过你。那是我的事，到时候你哭着求我们回来，可就不是30%了。不会有那天。行，姐妹们走。婉清姐，明天咋办？把旧花样撤下来。啥？今晚换9凤穿牡丹。哼，张狂啥？他还真敢让咱走，我看他是吓傻了。明早顾夫人一来，他就知道针是谁拿的。走，别走远，就在街口茶铺等着。等啥？等他来求。婉清姐，柳三娘他们走了，这下咱们怎么办？完不了。这是我婆婆留下的绣谱，以前靠他们，现在靠她。可时间来不及了，明天早上就要交货了，我只会理线，来得及。那谁主绣？我。这是我婆婆留下的。婆婆当年说，锦绣坊不能只靠老绣娘的脾气，得靠规矩。婉清姐，你早就准备好了。从他们第一次拿活我那天起，我就在准备。凤点额、牡丹心、缠枝叶、云头缕、喜字帕、团花盖头，这就是全套的9凤穿牡丹。可明天顾家的整套嫁衣都要交货，咱们2人手不够怎么办？小何，你去喊街坊王婶和桂花枣，手脚干净，肯干就行。灯还亮着呢，装呗，说不定在里面哭呢。咱们真不干了，那顾家的单子咋办？咋办？办不成呗。没有我们，他苏婉清连个针眼都穿不明白，最多天亮他就得来跪着请咱们回去。小何，大半夜咋这么急？明天顾家要嫁衣，柳三娘他们撂挑子了。那还绣啥？这不是要命吗？婉清呢？在里头呢。2位嫂子今晚辛苦，大家工钱现结，活不难，就是理线、分色、打边。我主针，王婶分线，桂花嫂运布，小何你管穿针配花色。这也有路线，有路线，12件套，乱碰就串色了。从裙摆的底纹开始，顺着袖口往上走，一件一件来。这可比以前细多了。以前柳三娘他们凭感觉呀，以后不靠感觉，靠规矩。红线够，蓝线够，底部也够，金线呢？这婆婆是，那婆婆也是。婉清姐，盘金的图样不咋了？那张最大的描样纸，下午还在箱子里的，图样咋会不见？真没了，那可是牡丹心子和凤尾的样子，没有图样咋绣？肯定是柳三娘，他们这帮人也太不像话了。顾家嫁衣的图样也敢动？没有证据，先别吵。那明天咋办？不慌，婆婆的谱子上每种花型都有画法，花心几瓣，外围几层，每层多宽，哪里起针哪里收针，照着这个能画出来。可咱们得重画呀，来得及吗？小何，你裁好颈部，绷紧了，我来画样。婉清，你这手比柳三娘画的还稳。我婆婆教过，只是以前轮不到我动笔。婆婆走得急，铺子里人心不稳，那时候硬碰，锦绣坊的招牌就散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本钱攒够了，花样稳了，人也看清了。那柳三娘他们不是今天才变坏，是今天终于藏不住了。苏老板，顾夫人，镇上都传开了，说你家3个老绣娘全跑了。是真的？明天一早就是我女儿出阁，你让我咋跟男方交代？你婆婆在的时候，我最信锦绣坊，可明天不是小户人家成亲，县里的显贵、镇上的头脸全来。顾夫人，我们已经在赶工了。赶工是一回事，能不能穿出去是另一回事。你给我一句实话，你能不能交出货？顾夫人，原来的老花样我不绣了。啥？明早交锦绣府的9凤穿牡丹、凤冠、云肩、霞帔、马面裙、软底绣鞋，并碧莲盖头。可我听说你们图样都丢了。不，我婆婆留下的谱子在，图样可以重画，针法一样不差。谁主针？我。顾夫人，您看看。这是你画的？是，照着婆婆的谱子画的。苏婉清，我信你最后一次，但明早要是砸了，不光锦绣坊的招牌没了，我顾家的脸也没了。我明白，天亮前我会再来。姐，她这是答应了？不是答应了，是考验开始了。婉清，不好了，丝线全湿了，一筐都泡了水，颜色都串了。这丝在
死，上泵就犯涩，秀出来滑不滑、紫不紫的。不是清水，带着股馊茶味儿，分明是有人泼上来的。婉清姐，别慌，丝湿了，还有别的法子。我婆存的裤丝，红、金、孔雀蓝，主色都齐。你早备着呢。湿的别扔，挑坎平坦晾着，干一缕用一缕，缺的颜色一显批。这还能补？活路分3条，谁也别乱。那屋里咋还晾着？不会真在硬撑吧？丝线泡了水，仙女来了也绣不成。你们咋知道丝线泡水了？猜的呗，乡下夜里潮气重嘛。你等着吧，锦绣房今天要丢大人了。婉清姐，你这手太稳了，看遍干的那缕递我。哎，婉清，裤丝够不够？主色够，缺一点浅粉。小何批了没？批好了。婉清姐，咱们真赶出来了。听说锦绣坊的老绣娘全跑了，那今天能交车嫁衣吗？夫人，要不临时去县城买2件现成的？再等，等吧，等到吉时过了，看你苏婉清咋收场。小何，第1件里衬裙，先走。明白。哎呦，这缎面真平整，你摸摸，软香服帖，一点线头都不扎手。第1件平整有啥用？后面的大件肯定乱套。东边王婶马臂裙出，西边桂花枣霞帔片跟上，别乱抓，一件一件走。这云肩盘的好，金线密实，光泽还在，一点都不刮衣服。婉清，你这出活的流程咋排的？先缝后烫，先大件后小件，先里衬后外袍，顺序不能乱，人就不乱。这嫁衣好像这么断件，而且街坊都说好看，是不是咱以前绣的太面了？你少长别人志气。他苏婉清那是偷了咱们的手艺，可这九凤穿牡丹，咱们以前也没这么绣过呀。等着，他早晚露馅。这九凤图可以啊，平整实在，不花哨，比以前那种满身碎花的强，看着大气。我看这手艺比柳三娘掌针还强呢。婉清，我家二闺女的陪嫁喜被也交给你绣了。夫人，您不再去别家看看吗？不用去别家看了，这袍子绣得真漂亮。李家的单子交给她，错不了。顾夫人、李太太，您2位尽管放心。一场活而已，就把他捧上天了。你还来干啥？哼，我来看看你们是怎么偷工减料的。你别胡说，你骗得了外人，你骗不了我。凤尾下面垫了厚布，不就是想少用金线？上面明白白写着每朵花多少线，顾夫人也看过。况且厚布是搭配，不是遮掩。怎么回事？顾夫人，我怕你被人糊弄。这嫁衣看着漂亮，实则省料。这件嫁衣买了几封线，用了几周，费了多少边角料，全在这儿。账记得明白，料用的实在。做买卖还能这么记账？这可比以前放心多了。以前做生衣服，剩下的料子乱七八糟，今天更好，主家不浪费，新娘子也体面。如今柳三娘他们走了，倒逼出好手艺了。三娘，今天这事儿，闭嘴！三娘，顾夫人和李太太都把单子给她了，那以后镇上的人是不是都找苏婉清了？她能做，咱们也能做。做啥？九凤穿牡丹的招牌是她的，手艺是咱的。明天咱们自己开绣坊。第一单抢谁家的？就抢苏婉清刚接那单喜被。请问柳三娘住这附近吗？找柳三娘干啥？谈生意。婉清姐，刚才有个城里人找柳三娘，找就找吧，你不担心？担心解决不了事，咱把活做好才是正事。三娘，咱现在咋办？没活接，坐吃山空啊！是啊，以前在锦绣坊至少工钱稳，现在急啥？他能做，咱们也能做。可咱们没本钱，租铺面、买料子都得钱。柳师傅，你谁呀？我姓孙，县城做绣品批发的。听说柳师傅的手艺在镇上数1数2。哼，你打听我干啥？我想跟柳师傅合作，本钱我出，您掌针，赚了钱咱俩对半分。出多少本钱？租铺面、进丝线、办家具我全包，您只管绣活子就行。那他做啥图样？九凤穿牡丹是苏家的招牌，咱不抢，咱做老手艺，平绣、扣绣、盘金绣，镇上人图个实惠，不都认这个吗？可咱刚从锦绣坊出来，出来好啊，正好证明您几位有本事，不然苏老板能留那么多年。你图啥？图赚钱。县城绣品生意不好做，镇上的单子好抢。您有手艺，我有本钱，咱俩联手，不比锦绣坊差。行，但有一条，招牌得挂我的名字。成交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柳家绣坊今天开张，便宜3层，还送绣花荷包1个。这不是锦绣坊的老绣娘吗？开自己的铺子啦，便宜3层，那倒是划算。婉清姐，他们太不像话了，连便宜3成都敢喊。喊就喊吧，咱也降价吧，不然单子都被他们抢走了。不降，能被低价抢走的单子迟早会走，咱不能为了抢回来把料和工钱压下去。那咋办？
把3档菜单贴出去，让东家明明白白选。3档，实惠席、标准席、体面席，每档用多少料、多少工时、多少钱，全写清楚。东家看得明白，咱做的也踏实。柳师傅，料我都备好了。个线不太好吧？便宜3整，侬想用多好的料，镇上您又不懂，绣出来就行。这线染色有点泛，管他呢，先把单子抢过来再说。第一单就去抢李太太那个喜被。三娘，咱直接抢苏婉清的单子合适吗？啥叫抢？我这叫给李家省钱。李家妹子，你这喜被订的是锦绣坊吧？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亏了。咋就亏了？苏婉清那价贵呀，她一个算账的针线上能有我懂。我在锦绣坊长了10年针，那喜被的花样走线闭着眼都绣得出。你找我便宜2成，一样的鸳鸯美水，一样的料，我给你少2成，这钱省下来给闺女添个银镯子不香吗？这我都交了定金了，定金算啥？让她退给你呗。她要是不退，那才叫黑心。婉清啊，那个喜被我想退了。李太太，咋说退就退？柳师傅说他便宜2成，我家刚办完喜，手头紧，能省一点是一少。能理解，绣被是您家的大事，您有权选。定金退您1分不少。姐，那可是顾夫人那单之后第一个找上门的。李太，我就提醒您一句，啥？绣被的花样，每幅用多少线，几时交货，您让柳师傅都写清楚，白纸黑字，省得后头扯皮。写，肯定写。你咋真退了？他明摆着被忽悠了。单子能抢，口碑抢不走。可他便宜啊！便宜不是错，靠刺线便宜才是错。等着吧。你这绣的啥玩意儿？一洗全花了！说好的鸳鸯汽水，鸳鸯都成秃毛鸡了，红的配成粉的，蓝的泛了白边儿。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不知道？你这是想让我们家丢人？退货，把钱退了。这被咋回事？真褪色了？你瞧那鸳鸯的翅膀，颜色都串了。这线不对吧？好线洗了不该这样。你找谁绣的？柳家绣坊。那就找他去。婉清，救我！刺线，我不是不信你，可柳三娘说便宜2成，我真不知道会这样。便宜2成，用的是2成的料。小何，您婆家那边咋说？退货，说我丢人。柳三娘说是我自己洗坏的，不管。婉清，求你了，我闺女下月就出门儿，没这床被子。放下吧，今晚我看看能不能补。你真愿意帮我？被子是无辜的，您先回去，明早来拿。婉清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姐，他刚退了咱的单，现在又跑回来求你。他退单是他的选择。那这床被子，但这床被子要是真毁了，闺女出门那天丢脸的是一家人。三娘，李家那被子真退回来了，街坊都在议论咱用刺线。议论就议论，谁让他自己不会洗？可啥可？那被子绣出来的时候好的，是他李家洗的时候不小心。三娘，孙老板给的线确实有点……闭嘴！你要是怕，就滚回去求苏婉清收你。柳家绣坊的活儿不太行啊，便宜是便宜，褪色可不行。还是锦绣坊靠谱。姐，这拆了再补得多少功夫？鸳鸯的胸口重绣，连夜补半幅，天亮前能成。同样是红，差这么多。柳家那线又松又毛，姐你这缕又紧又亮。线分几等，好线染得透，洗100遍不掉色。刺线是浮色，水一泡就还原。婉清姐，这比她家闺女原先订的还好看。婉清，这真补好了，补好了，鸳鸯重绣了，连夜补了半幅。这回用的是好线，洗多少回都不掉。哎呦，这鸳鸯绣的真精神，哪像之前那床洗得跟褪了毛似的，还是锦绣坊的线实在。婉清，对不住，我贪那2成便宜，退了你的单，你还肯帮我？被子是无辜的，您闺女下月出门，体面的就好。以后我家但凡有绣活，都找你，再也不听人忽悠了。苏老板，你这是去帮柳家擦屁股啊？我不是去帮他，我是救这床被子。姐，这真贴出去，把价钱、用料都写明白，不怕人学了去。学得去花样，学不去规矩。歪了，左边再抬一点。哟，这是啥？绣单，实惠档平绣为主，棉线一幅洗帕3日，标准档丝线打底，盘金点缀5日，体面档针金线缠织满工10日。底下还写着每档用几钱线，批几丝，走多少针。还有这么做买卖的，连用几钱线都写出来。以前找绣娘，张口一个价，绣成啥样全看她心情。这个看着踏实，花多少钱，用多少料，先说清，省得后头扯皮。婉清，
你这单子贴得好，我家那回做枕套，绣娘说丝线不够要加钱，加完还是那样，找谁你要说理去？给闺女绣对洗盼，标准当就够，丝线打底，盘2道金线，5日交。多了那针金线是体面人家撑场面用的，您不必。你咋还往便宜了给我说？花多少钱用多少料，犯不着硬撑面子。您看清楚，签个字，我照着做，做不到的我不写在上头。三娘，苏婉清门口挂了块牌子，把价钱用料全写上头了，一堆人围着看呢。写那玩意儿干啥？把底都交出去。街坊都说踏实，还有人当场就定了。他能贴，咱不能贴。巧儿，你也去抄一张回来，照着写，价钱比他低3成。可咱用啥料走几针？要不要写实在的？写那么细干啥？就写老手艺，便宜3成，下头随便填几个数。镇上人哪个真去数？对喽，他写他的，咱写咱的，买卖嘛，先把人招进来，剩下的好说。他苏婉清能耍的花样，我一样耍得来。瞧见没？我说啥来着？镇上人认的是实惠，便宜3成，谁不动心？3天就接了3单，2对席枕，1床盖头，这下手头宽裕了。可这笑没撑过5天。柳师傅，你瞧这针脚，赶得紧。范工重绣，不然退钱。行，给您重绣。这是什么活？刺线劈得太细，一上绷就断，定金退我1半。客官别急，我们重新。不必了，退钱。返工的料钱退的那半定金，先从这个月分成里扣。扣！三娘，我2宿没合眼，到头来不光没钱，还得搭进去。活没做好，能赖谁？柳师傅，西头王家那单催得紧，今儿能开工不？返工还没完呢。返工是返工，新单是新单，单子先接着，钱进了门再说别的。咱现在连散单都接不稳，还抢啥大单？怎么，你也想回去求苏婉清？光比价没用了，他那口碑立住了，你得把他弄趴。咋弄？他不是干净吗？那你就让人觉得他不干净。哎，你们知道不？锦绣坊那丝线听说是收的陈货。陈货？可不，压箱底好几年的旧丝掺着新的卖，还有那盘筋边角料攒一攒，剪碎了搅进去，谁分得清？我也是不忍心，在锦绣坊待了10年，那些猫腻，哎，不说了，造孽啊！婉清啊，你这丝线是新的吧？没掺撒旧的。谁说的？我们这丝……小何，您是听人说了啥？说锦绣坊用陈丝边角料，我寻思来问问。这是污蔑！柳三娘自己用刺线被退了货，倒回头破咱脏水。改日再来，改日再来。姐，这谣言越传越邪乎，咱不能干看着啊。他说咱后院藏着猫腻。对啊，那咱把后院敞开，让人进来看，会咋样？让人看，办绣活还有让外人进后院的，看得越清楚，吃得越放心。怕人看，才说明心里有鬼。你说是咱心里有鬼，还是他？姐，真让外人进后院，万一他们乱碰丝线呢？能看不能碰操作区，这条利死。我愁，咋还能让看绣活事了？哪有啥陈丝？那丝线一搭一搭裹着油纸，新的很。还有那账本，买几周用几周，写的清清楚楚。这是披丝，一缕披8丝，披匀了绣出来才平，刺线披不开，一披就毛。哎呦，真细啊！急不得，快了就跳针。婉清啊，我那天听人瞎传，还来问你，我这就把闺女的盖头定下，就照你这料。成，标准档5日。哎，这位看可以，操作区不能进，这是规矩。我就瞅瞅，瞅瞅也得在线外头。您是哪家的？登记一下。这不是柳家那边的侯师傅吗？他来干啥？不是说锦绣坊不干净吗？您看清了再走啊。咋样？没找着茬，他那后院比谁家都干净，账丝人一样不缺。请问是锦绣坊吗？我们是女学的，想打听打听你们这儿接得了30套校服不？进来说。我们女学要订30套学生制服，盘扣、领宾都要绣个素净的蓝草纹，不求花哨，要的是耐穿、整齐。多少日子要？开学前半月。30套，每套领平袖口2处蓝草，素线平绣，每处约摸80针，3个人手，半月赶得出。你不先报个总价？价要看你选哪档，棉线最实惠，洗得多也不怕。丝线打底耐看些，要再讲究，领口能加到暗纹。您看着学堂的预算定。30套，小事儿，我长了10年针，比那算账的强。他报多少，我便宜2成。你这2成从哪儿省出来的？这老手艺，省料省工嘛。省料，省的是哪样料？凭啥？我可比他便宜。山长说了，做学生的衣裳先看牢不牢，再看价。他苏婉清就牢了，他那张单子每幅用钱线走多少针写得清清楚，还说我们随时能去看绣，山长就认这个。女学有女学的规矩，不能只看便宜。咋了？黄了？黄了，镇上这点单子让他占尽了。镇上的吃不着，隔壁镇不还有吗？我听说那边正缺人接50套校课。50套？50套，接下来本钱我垫，一笔做成，啥账都平了。
姐，柳三娘真去隔壁镇了。她那次线能绣50套，她接得下，交不交得出是两回事。三娘，吃点吧。吃什么吃？镇上的单子全让苏婉清占了，要不咱缓缓，攒点本钱，慢来。缓到什么时候？等他把镇上的口碑全占了。柳师傅，消气消气，镇上这单没了，咱换地方。什么意思？隔壁镇私塾学堂要50套学生衣裳，工期1个月，价钱比女学那单高3成。50套？50套，那边不认识苏婉清，也不认识锦绣坊，咱报个实在价，单子就是咱的。可咱现在就3个人，1个月50套，赶得出来。柳师傅，这单要接也行，本钱我垫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料得听我的。50套要是按女学那个标准，咱不光不赚，还得倒贴，用这个。孙老板，这线比上回李太太那批还外镇的单子做完交货，他们穿上就完事儿，哪有功夫洗？就算洗，也是半年后的事儿了。柳师傅，这单拿下能挣一笔，之前那些亏的账全平了。要是不接，行，接。三娘，咱人手不够啊，1个月50套，就算不睡觉也能做出来就行，管他粗细，先把单子抢到手。苏婉清不是守规矩吗？我就让他看看规矩能不能当饭用。得嘞，那我明天就去隔壁镇签约，料我给您备足，您只管开工。这回我赌大的，1号到10号，腰身2尺1的这摞，11到20。小何，你这又是编号又是记签的，比铺子里头还细。姐说的，30套编号就乱，穿错1套，闹笑话的是学生。能让我随手挑几套验吗？您挑哪1号都行。针脚1寸，我数。山长，您还真数啊？他单子上写了素线平绣1寸12针，12针不多不少。买的、用的、剩的，对得上。我办女学这些年，订过镇上县里好几家的衣裳，头一回账能让我从头看到尾。还有20套锦绣坊列的活，不光绣得好，账也算得明白。这种铺子我信。瞧他做啥？咱那50套契约都签了，料也备齐了，你赶紧开工，1个月眨眼就到。知道了。刘师傅，你自个儿瞧瞧，这是你们洗坏的吧？洗坏的，50套，套套一个样。我那些学生娃穿出去，被人当叫花子，私塾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定金退回来，再赔违约的钱。今儿不给个说法，我就去镇上多说个道。哼！孙老板，你给的啥料？洗一水就掉色。料没毛病，是你们手艺糙，批丝偷了工，线挂不牢，能赖我啊？你当初说外镇的单子穿上就完事儿，没人洗。我说没人洗，你就真信啊，柳师傅？这单是你接的，契约是你签的，赔钱的事儿你自个儿担着。三娘，这单的分成还有没有？放工的料，赔的钱，先从分成里扣，扣完剩多少算多少。扣完三娘，咱熬了1个月扎成这样，到头不光没钱，还倒贴。赵姐，你说，咱当初是不是走错了门？顾夫人来了，还带了个生人。婉清，这位是县里的沈先生，我跟他提过你这铺子。这单子价钱、用料、工时都写在上头。是，沈先生里边请。这是做啥的？选丝、配色、绣制，客人都能进来看，就是不能碰操作区。我在县里走了7、8家绣坊，账能从头看到尾的，你这是头一个。婉清这孩子，他婆传下一本绣母，针具、用线都有定数，他照着做，错不了。绣母能给我瞧？县里今年要推几个乡村手工示范点，挑的就是有章法、能让人放心的铺子。你这套一选料、记账、流程都摆在明面上，你的针法已达适合点水准。那是不是就能评上了？评不评得上要走章程，但你这铺子有底子，可以报。三娘，听说县里来人了，是出苏婉清那铺子。县里的人都惊动了，他这是要往上走了。凭啥？他苏婉清凭啥？沈先生慢走，要看流程，随时来。姐，咱真要成示范点了。先把活做稳，牌子是后头的事，人家认的从来不是那块牌。姐，县里的人又要来了，这回是3个。那就照常开门，咱平时咋做，那天就咋做，不用特意使刀使诺。使都给人看的，就不是真的了。县里又来人，这要再让他过了眼，示范点的牌子可就定死了。那侬想咋样？老侯，你再去一趟。上回我刚被那丫头撵出来，这回不一样，人多乱，你混进去，挑他个错处出来，你当着县里人的面，他那金线娇贵，你手一抹掉一根，就是他流程的漏子。诸位请看，
这边是我们的操作区，每道工序都有严格把控。侯师傅，看可以，操作区不能伸手，这是规矩，头一天就立死。您是哪家的？登个记。我就丑。球在线外头，金线一沾手汗就发案，碰乱了一缕，这件活就得返工。您要真想看清楚，我领您到边上慢看。我看了好几家，立了规的不少，可外人一伸手就破了功的更多。你这丫头按着规矩拦人，半点没含糊。规矩不是写在牌子上的，是真有人守。他是头一个跟我学的，规矩是我立的，可守不守得看每一个人。准予锦绣坊为乡村手工示范点，成了，真成了！我今儿先来顺说一声挂归挂，往后县里要不定时来看流程的。该看，啥时候来都成。非遗传承示范坊，好，咱镇上的示范坊。婉清，你婆要是看见这块匾，我谢大家伙捧场。可我得说句实在的，这不是块光宗耀祖的牌子，是责任。挂上它，往后每一针、每一笔账都得经得起人看，看不住这牌子就是个笑话。这话听着踏实。婉清这孩子到这份上了，还这么稳。瞧，挂上了，往后他就是镇上的样板喽。样板有啥用？牌子能当饭吃？等哪天他流程出个岔子，照样砸。他出不了岔子，啥都写在明面上，你想找他错处，他比你先记下了。这件谁绣的？是我。苏老板，这丫头的手能立得起来了。我一个人配色起样盘金，从头到尾我不搭手。姐，那是给镇北周家小姐的，人家催着要，万一我绣砸了，砸了我赔。绣吧。金线每朵3克，盘4道，由里往外。咋的？让你单飞，吓着啦？婶子，我手抖。抖就晾会儿。婉清头会上灶，手也抖。他婆走那年。姐，是不是哪儿？背面比正面还干净。王婶、桂花嫂都过来。从今儿起，田小荷出师了，往后她绣活能挂锦绣府的牌子，新来的学徒她能带。哎呦，我的乖！当年那个连针都穿不利索的丫头，手艺不是藏着的，是传下去的。你婶子那辈藏了一辈子，藏没了。招绣坊学徒，不限老少，手脚利索，肯学就行。头3月管饭，月前80文。半年理线配色，月前涨，能独立干活，照锦绣坊的规矩验过，就算出徒。出师要过几关，平绣1寸多少针，盘金几道，背面线脚得齐整。哟，连出师都有个准头。可不，在别处当学徒，师傅说你成你才成，说你不成你熬10年也不成。这儿不一样，写在纸上了，你够格就够格。当场穿针批缕丝，我瞧。批得匀，明儿来。谢谢苏老板。苏老板，我岁数大了，还能学不？手稳就行，绣2针我瞧。留下。姐，来了7、8个了，咱铺子坐得下吗？急，后院那间空屋收拾出来当学堂。那我真能教？你出师了，先教理线、批丝，手艺你刚摸熟，正好知道哪儿难。以后不能只靠咱们几个人，得建个固定的队。一个人能绣是手艺，一群人都按规矩绣，那才是锦绣坊。婉清，你这是要把村里手巧的丫头都收喽？肯学的都收，学手艺前先学守规矩，规矩立住了，手艺才不会绣歪。我来问，这学徒还招不？小何，柳师傅，别叫师傅，出师了，该叫田师傅了。小何，跟我走吧。啥？来柳家绣坊，双倍工钱。不光双倍，你带几个学徒过来，我给你分成。
柳师傅，我在锦绣坊挺好的。好啥好？你给苏婉清卖命，他给你几个钱？我可是看着你从李县干起来的。当年我还说你手笨呢，现在想想，是我眼珠了。年轻人别傻，学了手艺就得换钱。你在那儿出师，他给你多少？来我这儿双倍。还有啊，你把苏家那本绣谱带过来，配色表用限量，能寄多少寄多少。放心，我不白要你的，这些都算你的入伙本钱。柳师傅，您让我想。行行行，明儿这时候我还在这儿等你。咋了？丝线没买齐？齐了，姐，柳三娘找我了。她跟你说啥了？让我去柳家绣坊开双倍工资，还让我把绣谱和配料外带过去。你想去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可她说双倍想多挣，没错，人都要过日子。你看，学徒补贴，你能独立出活那天起就有了。这几个月每场绣活的分成我都记着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姐，这是你该拿的，不是赏你的。姐，柳师傅说给我双倍，你想去吗？我不去。为啥？靠出卖人换来的饭，我吃不下。行，你要记住，真正把你当人看的，不会只在用得着你的时候才开高价。守规矩前，先学守心。三娘，她不会真来了吧？行啊，苏婉清会教人。柳师傅，咱们算算账。算啥账？这不都在做活吗？做活李那单退了，王家那单反恩扣了工钱，镇西头周家那云卷拖了半月没交。柳师傅，我店的本钱，您打算啥时候还？孙老板，您当初说……我当初说好好干，能赚钱。可您这一次现褪色，交期拖延，街坊都说柳家绣坊不靠谱。我店资是为了赚钱，不是给您填窟窿。那你也不能临时变卦呀。变卦？铺面租金、丝线、家具，我前后垫了多少钱？您心里没数。这仨月您接的单子，10单里7单出岔子。我不催，我等谁还我钱？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能把单子接稳。您这便宜3成的招牌砸了。那您说咋办？县里商会有笔大单，100件喜服，谁拿下谁翻身。那咱能拿吗？正常拿不过锦绣坊，但要是您能把苏婉晴那本绣谱的样式先弄出来，咱们照着报个低价，这单子就是您的。您让我偷他的花样？偷？您在锦绣府干了10年，哪个花样不是您亲手绣过的？记在脑子里，那叫您自己的本事。可这不对吧？看您还想不想翻身？这铺面的租金我只能再撑1个月，1个月后拿不出钱，铺面我收回去抵债，您自己看着办。三娘，咱真要去偷花样？100件，县里商会接了桩大喜事，城东2家联姻要100件喜服，谁拿下谁翻身。100件，咱这点人手做得完？做不完也得接，接下来再说，定金先到手，铺面的债不就缓过来了？那图样呢？喜服可不是随便绣的，得有花样。柳师傅在锦绣坊干了10年，苏家那本绣谱哪页没翻过，记在脑子里，那叫您自己的本事。凤冠那道金线怎么起的针？缠枝从哪头绕？记不清了。巧儿，你过来，那凤尾的盘金是4道还是5道？我哪记得，绣的时候都是您起头，我们跟着填。赵大姐，你呢？三娘，那花样是苏老仆他婆传下来的，咱这么照着画咋了？我绣了10年，手艺有我一半。你也别死磕着凤穿牡丹了，喜服嘛，绣对鸳鸯，绣个并蒂莲，差不多就成。城里那商会长又不懂针线，他就看个价，看个工期。那报多少？比锦绣峰低3成，工期再压短半个月，这么一摆，那单子跑不了。低3成，料钱够吗？够不够？先把单子拿到手，明儿我陪您进城，带上您画的这几张样，意思意思就行。姐，县里商会要绣100件喜服，顾夫人说让你也去试试。100件，城东2家联姻，阔气着呢。铺子你照看，小何跟我进城。针脚是细，100件
你多久能交？40天。旁人报25天。快不难，难的是100件，件件一个样。这上头写着每朵花披几丝，盘几道金，起针收针在哪儿？照它做，头一件和末一件分不出差。这是我婆留下的。质量，你拿啥担保？珍珠用线胶漆白纸黑字，哪件不合我赔。我只承诺能做到的，做不到的我一个字不写。东西不错，价你回去算个细的，明儿送来，我还得再比一比。应该的。哟，苏老板也来抢这单，价还比你低3成。会长又不傻，他看价。邹会长，您再瞧我们这边的价。25天交齐，25天，我涨了10年针，这点活不在话下。比苏家那边低了3成，低3成还能再送2道盘金。会长您算，100件省下来的可不是小数。这凤川牡丹喜服嘛，图个吉利。会长您是做大买卖的，哪有功夫盯这点针线？要紧的是价好交得快，对吧？城东2家催着办喜事呢。质量呢？出了岔子咋办？出岔子我赔。会长做了一辈子绣品的老师傅，您还信不过？再说我在县里也是有铺面的人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行，定金3成，先付。契里写明25天少一件扣一件的钱。成。柳师傅翻身了，这单子一成，铺面的债缓过来了。三娘100件，25天，咋了？咱才3个人，一件喜服光盘金就得2天，100件，25天，咋可能做得完？三娘，我当时就说，闭嘴！你说过啥？你当初签契的时候咋不拦着我？那咋办？要不找几个帮工？找谁？镇上的人都知道柳家绣坊用刺线，谁肯来？再说了，找外人来不得教会了活，质量还得盯着。从今晚开始，通宵。通宵？三娘，咱本来就不够人手，不够也得上。你俩给我听好了，这单子要是砸了，孙老板不光收铺面，咱们仨一个都跑不掉。商会那边赔不起，是要吃官司的。你干啥呢？这件废了。三娘，我实在困也得撑着，重绣。巧儿，三娘她病了，送回去，明天接着来。她都烧成这样了，三娘，这单子接不下来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钱巧儿，苏老板，我有话说。王婶儿，煮碗姜汤。那床喜被的字，不怪李太喜坏，是孙老板给的刺线，肤色的，水一泡就为圆。三娘明知道，还让我们造接。还有，县城那100件喜服，25天根本做不完。三娘她照着锦绣坊的花样墨的图，那本谱子上的针数她记不全，凤尾的金线画了又擦，费了一摞纸。她真偷我家花样了？偷也偷不全。三娘绣了10年是真，可那些针度、用线量全在苏老的谱子上记着，她脑子里哪个记得住？三娘，咱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换来的是啥？欠账挨骂，干不完的活。巧儿，我这条命差点搭进去。巧儿，你柳师傅，他病着，你要算账，等他好了再算。先治病，账后头再说。周会长，柳师傅，这就是你报的样。我听说你这图样是照着锦绣坊偷的。我没。还有25天交100件喜服，你现在做了几件？10件都没绣完，离交期还有18天。我可以再找人帮忙。找谁？你手底下人都跑了，契上白纸黑字写着25天少一件扣一件的钱，你现在做不出来，那就是违约。周会长，再宽限几天。宽限？我给你的定金呢？3成定金你收了，契上还写着做不出来双倍赔偿。双倍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孙老板，你也在？周会长，这事儿您别急，咱商量商量啥？他做不出来，我2家婚事都要耽误。你垫资给他开铺子，现在出了事儿，你也跑不掉。周会长，您可别冤枉我，我只是垫资，做假花样、虚报工期，那都是他柳三娘的主意。孙老板，你当初说……我说啥了？我说让你好好做活，是你自己接了做不完的单子。行啊，你俩这是互相推呢，一笔一笔算。定金3成，共银200两，违约赔偿双倍400两。
出来。拿不出来，那这铺面抵债。不行，刘师傅，这铺面是我租的，契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周会长要抵债，那就抵。这铺面1年租金50两，抵您1年半的债，剩下的柳三娘自己想办。哼，行，但我还要报官，偷图样、虚报工期、以次充好，这是欺诈。一次充好，虚报工期，还偷人家的花样，这要不管，往后谁还敢在县里定绣活？这批便宜3成的丝线全是肤色刺线，再往上查，看是谁供的。孙记绣品铺是你的？是我的。几位有事儿？查到你这几年往镇上、乡里供的绣线、绣品多是肤色刺线，染料也不对，有人投诉以次充好，欺瞒主顾。这是误会，我就是个做批发的，货好货次我哪分得清？分不清。这匹刺线进价多少？你转手抬了几成卖出去？账上记得清清楚楚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冤枉啊！那柳家绣坊用刺线是他柳三娘自己要的，偷花样报低价也是他的主意，我就是垫了点本钱。垫本钱，供刺线怂恿压价，这几桩一桩一到了那边慢慢说。那线是他要便宜的，我没逼他。这几年的刺料假货，要查也得连柳三娘一块查。原来这线都是他供的，难怪柳家那被子一洗就花。祸根在这儿呢。孙老板被带走了，临走还把你供出来了，说刺线假料都是你要的。他供我？可不，说你自己要便宜的线，怪不着他。从头到尾，我不过是他手里的一把刀，刀用钝了，连人带刀一块扔。那块红线是我自个买的，契上写着铺里的物都归还债。钱巧儿、赵大姐早不在了，前几天就听人说那2个去了锦绣坊帮工，赵大姐李现，钱巧儿病好了，跟着田小河学批丝，我当时还骂一句：柳家这是搬空了，再压上了呗。孙老板的线早实了，便宜没好货。你们听说没？柳家绣坊那铺面被孙老板收走了。早该收了，便宜3成，便宜出4来了吧？我听说柳三娘这会儿连个落脚地儿都没了，钱巧儿、赵大姐早跑锦绣坊帮工去了。可不是嘛，那2个现在在晚清那儿理线批丝，干得可踏实了。我当初差点信了柳三娘的邪，她找上门说便宜2成，我都动心了。幸好我男人拦着，说锦绣服的规矩摆在那儿，不能光看便宜。你男人有眼光。锦绣坊的3档绣单写的明明白白，花多少钱用多少料，绝不糊弄人。柳家呢，便宜3成，刺线褪色，到头来还得找晚清旧厂。对了，你们还记得当初柳三娘带着人逼宫那晚吗？那叫一个横，说没了他们，晚清连袖口都缝不上。记得。结果呢，晚清拿出婆婆的绣谱，一个人撑起了整个铺子。顾家那套嫁衣绣得比以前还好。那会儿柳三娘还说晚清只会算账，不会绣活。现在看看谁才是真本事。锦绣坊这半年接了多少单？顾家嫁衣、李家喜被、女学校服、县里敬老餐，还有那个非遗传承市示范点的牌子。柳三娘呢，开了半年绣坊，散了。凭脾气立的摊子，散的也快。晚清那闺女靠的是规矩，是手艺，是踏实做事。柳三娘呢，仗着长了10年针，就以为天下绣活都得她点头，到头来自己把自己做没了。说起来，锦绣坊现在的单子是不是都排到下月了？可不，我上回去送丝线，看见晚清那本账册，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。田小河还说，晚清姐又招了2个学徒，专门教他们批丝配色。锦绣坊这是要开分坊的节奏啊！人家有谱子有规矩，教得出来。柳三娘那套手艺藏着掖着，谁学得会？锦绣坊的苏老板在哪儿？那边。周会长让我来问那笔摆件喜服的单子。苏老板有空吗？周会长，您请坐。小何上茶。那笔摆件喜服的单子你能不能接？周会长，你那边定的工期是多少天？原先25天，柳三娘那边崩了，眼下离交货还有18天。18天做100件，做不完。你不接，不是不接，是接单得讲规矩。18天赶100件，料会糊弄，人也会累病。周会长，您那2家婚事不该拿这样的活撑场面。那你说需要多少天？40天。40天？那2家等不了。等不了，可以分批交。头20天先交50件，剩下50件再给20天，每批验收，不合格不收钱。还有呢？我得重新看一遍花样。柳家那批图不能用。为啥？偷来的图针距不对，配色也乱。您要是用那批货去交，2家主顾迟早找您退单。苏老板，你这话我服。单子给你，40天就40天，分批交也成。但我有个条件，每件活我要派人来看着做。应该的，您放心。锦绣坊的后厨本来就公开。
那就这么定了，定金我补齐，工钱按标准席算。每批验收，不合格不收钱，合格后再结清。行，就这么写。苏老板，锦绣坊这规矩值得信。姐，咱接下了100件喜服啊！接是接下了，但人手不够，不够就再招几个帮工呗。不是帮工，是学徒。再招学徒，100件不是小数。这单子做完，后头还有单子。锦绣坊不能只靠咱们几个人撑着，得建固定队。招谁？村里手脚勤快的婶子，愿意学的年轻媳妇，家里困难但肯干的姑娘，都可以来试。那我能教他们吗？你先把自己教明白。姐，这字写的还行吧？行，挂稳了，别让风吹歪。苏老板，我想学绣活。进来，小何，带他去洗手，先试试匹丝。来，跟我来。我男人说了，让我来学个手艺，家里也能帮着挣点。学手艺不丢人，但规矩得守。每天卯时到，申时散，活分3等：理线、批丝、配色。学3个月，能独立出一件平绣的帕子，就算出师。出师有工钱吗？出师后按件算，一幅帕子多少钱，写得明白。你做得好，拿得多；做得糊弄，我不收。我们明白了。看着这缕丝，捏住根，轻扯，别使蛮劲儿，断了就废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进来吧。苏老板，我们想回来帮工，不求工钱多少，只求有口饭吃，有针可拿。跟着柳三娘那阵子，我们做了不少糊涂事，现在想明白了，手艺得实打实学，不能光想着抄近道。想回来可以，但有3条。你说，第一，从帮工做起，理线、亮丝、熨布，哪样缺人你们干哪样，应该的。第二，锦绣坊的规矩1条不能少，每样活都有标准，做不到我们记住了。第三，柳三娘那套偷工减料、糊弄东家、藏着手艺不教人，别再带进来。不为了，真不为了。苏老板，您肯收我们，是我们的造化。那就先去王婶那边帮忙理线。姐，你就这么收他们回来了？他们跟了柳三娘，吃够了苦头，人能回头就不算晚。以后不能只靠咱们几个人，规矩立好了，人带出来了，锦绣坊才能稳。姐，我一定好好教他们。哎，那不是柳三娘吗？可不，这都第几趟了？想干啥？又来闹？你看他样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姐，那人又来了，我去把他撵走。等，撵啥？他当初逼你分红，还偷咱图样，说咱用隔夜丝，他还有脸来？他在门口站3天了，要是来闹，头1天就闹了。那他想干啥？想说话又不敢。苏老板，我能不能跟你说句话？进来吧。我错了，当初逼你分红改招牌是我不对，偷你图样说你用隔夜丝也是我。我以为离了我这10年的手艺，你撑不起锦绣堂。我以为我没脸求你，可镇上别家不要我，回村我又攥不动猪头，我这双手除了针线啥也不会。收下我吧，打下手也行，理线亮丝也行，不要工钱，只求有口饭吃，有针可拿。你起来，跪着说不清话，我锦绣坊没让人跪着求活的规矩。我收不收你先放一边，你得想清楚一件事。您说，锦绣坊跟柳家不一样，这儿每样活计都有数，批几丝走几针用几钱线，谱子上写做不到就重来，藏丝糊弄抄近报这些，进了这道门得全扔了。想好了再说，给你3天，这3天你跟着小何看他们怎么做活，看明白了愿意守你再开口。哎，这么早？施工不是今天开始吗？进来吧。三娘先去洗手，洗3遍。第1遍把手上的灰洗干净，第2遍抹皂根，第3遍过清水。洗个手还分3遍？绣活是细活，手不干净丝线一碰就脏，脏了重新批，浪费料。擦干。这筐丝挑出泛色的，这线还行吧？你再仔细看，这也不算太差。锦绣坊不用还行的线，要么好，要么不用。孙老板给我的那批货，泛色的、发毛的，我都拿去用了。当时还觉得差不多就行，镇上人谁看得出来？结果李家那床被子一洗全露馅了。挑吧，挑完这筐再去批丝，捏住根，轻轻扯，别使蛮劲儿。断了重来，这缕废了，记在损耗里，损耗多了工钱扣。再批，
劈到这么细，这么细，我以前都没劈过这么细的。以前是以前，锦绣房的活儿细了才服帖。先吃饭，吃吧，下午还有活。苏老板，我以前真不是东西，我长了10年针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逼你分红，偷你图样，说你用隔夜丝，我那时候真是鬼迷心窍。吃饭吧，下午小何教你配色，配色不能凭感觉，每种花型谱子上都有，几层几色，哪色打底，照着来。以前我总觉得手艺是自己的，藏着掖着，生怕别人学了去，现在才明白，藏着才会烂掉。苏老板，今天交货，我2家主顾都来了。周会长，您请。这就是锦绣房。对，这位就是苏老板。二位放心，每件喜服都按标准做，你们可以逐件验。逐件验，100件验到啥时候？该验就验。小何，第一批20件，先走。这针脚比我上回在县城订的还细。每件走多少针，谱子上有数。您看，每幅用几钱线，批几丝，绣多少日，记着。苏老板这账做得明白。这金线是真金？真金线，您可以抽一根验。行，这活扎实。锦绣坊这回接的大单啊，100件喜服，40天做完还件件合格，这可不是一般绣坊能做的。我早说了，婉清这闺女有本事。当初柳三娘逼宫那晚，谁能想到今天这样？柳三娘啊，她要是当初不闹，现在也能跟着沾光。苏老板，这批活我服，针脚细，用料实在，没糊弄。苏老板，我商会往后但凡有绣品的单子都找你谈，这是长期合作的契。您看。周会长，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长期合作可以，但每批单子我得先看人手，排工期，做不完的我不接。就冲您这话，我更放心。锦绣坊这是成了商会指定绣坊了，以后镇上的人都得高看婉清一眼喽。姐，咱真站稳了。站稳了，接下来该把这规矩传下去了。姐，这是绣谱？是我婆传下来的那本，我照着登了几份，针具、用线、配色、起收，一字没差。这是您压箱底的东西啊！小何一本，巧儿一本，大姐一本，秀儿、巧云一人一本。姐，您把这个全给我们了。你们都出师了，手里有谱子，往后自个儿能立门汉。你们想留在锦绣坊，我欢迎；想自个儿开分坊，我也送。规矩照着谱子来，批几丝，走几针，用啥线，写死了的别改。以前在柳家，手艺是攥在手心里的，生怕被人学了去。您咋舍得？手艺攥在一个人手里，那个人没了，手艺也没了。传出去10个人、100个人，他才活得长。手艺不是用来卡人的，是用来传人的，你们懂吧？谱子发完了，可还差最后一件事。啥事儿？该换块新的了。姐，这旧匾还留着不？留着，搁后院，东西旧了不丢，得记着。哎呦，这字儿气派，婉清这是真立起来了。我早就说这闺女有本事。正了，捏住根儿，轻，别使蛮劲儿，断了就废，废了记损耗。不急，我头一回批丝也断。苏老板，我以前总怕锦绣坊离了我撑不起来，逼你那晚，我还当自己捏着命脉，现在才明白，不是我撑不起，是我一直拦着他，不让他真立起来。立起来了，就不靠一个人了，账清心就清。你现在懂了？看好了，咱锦绣坊的活藏不得私。